傅昆萁、韩国瑜被一骂以后呢，傅昆萁签名了，看到没？签名。傅昆萁、林佩强、徐以真，国民党在这边啊，然后呢3党了啊。那今天处理哦，要马拉松式的表决，那个表决是很麻烦，代表有表决很容易，没有的还要先表决，表决方式。好，假如说我有可能院长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或是这个副院长说，我们用什么方式表决？如果有异议的话，不行，进门表决。哦，那搞死你哦！哦，我真的要杯葛你哈！那么在立法院的杯葛预算，我也是第1名啊，我很厉害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新党少嘛，我非要杯葛你不可。不是你们听我的呢，对不对？一到了下午，中南部委员都回去了，我常常就举额数问题，算人不够，散会，大家只好跟你来妥协啊。你少数有少数的议事的杯葛的技巧，表决也是一样啊。我要求进民表决，表决还可以再重复表决。第一次表决完说这个一定有问题，我投错了。要求重复表决，再搞一次。所以为什么他们是希望把那个案子扫？而且你表决一下还要发言呢？我为什么提这个案子啊？你不让我发言吗？哦，所以那个程序可以拖很久。为什么韩国一直希望说压到百案以下，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哦。那所以呢，今天的处理，如果今天处理不完，17号要再加开院会处理啊。那这个他们彼此哈，这今天还不错，彼此笑嘻嘻哈。傅昆萁看到韩国瑜就他们在议场会有一个小房间在做党政协，一个小小的房间，好像王金平时候就是这样哈。然后呢，傅昆萁看到看到这个韩国瑜一直喊韩总统好哦，因为有人媒体分析了说韩国瑜这是为什么这个发脾气呢？他要选2028哦，所以这就是呢显示哦，让你知道说立法院谁当家做主。所以呢，这个傅昆萁呢就故意去喊韩国瑜的韩总统好，韩总统好啊。那韩国瑜呢也没有否认，笑笑的回答说：“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哦，你更伟大，对不对？我联合国秘书长啊，很大啊，反正彼此高来高去了啊。那因为韩国瑜生气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各党它主要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了，尽量把那个预算减少，现在剩下75案子。那傅昆萁骂卓荣泰说你践踏立法院的尊严啊。”不过我觉得行政院哈真的是很可恶哦，我真的觉得太可恶了。还没有审完，你要什么被你删掉，我要再提追加预算，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故意的吗？你真是莫名其妙。照理讲，这个时候行政院应该尽量低调，说啊，为了国计民生，为了大家好，是不是能够赶快把它通过？你要追加的时候，你通过以后再追加嘛。所以阻挡不了你，那是你的权利，你可以追加的。但你在人家还没有通过，就讲了。这我叫你就故意的嘛！你根本我是觉得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好好的和平解决事，你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要闹，就是挑衅嘛！你干嘛？你行政当家不闹事，你这挑衅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啊！哦，那这个卢秀燕说呢，总预算希望今天能够过啊。那另外呢，蔡其昌啊，民进党的总召说呢，当时韩国瑜还没有发脾气之前，他就遇到韩国瑜在走廊，就说你等一层会发作嘛？他怎么知道韩国瑜要发作？哦，就觉得韩国瑜大概忍无可忍了。哦，所以因为说为什么呢？说每次院长讲完结论，总召不来，结论讲完总召不来，不能签呐。哦，所以每次都没有办法决定议程，甚至还要把结论拿到傅昆萁办公室给他签。哦，所以呢，韩院长不高兴了。哦，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全部完了，还要太上皇啊，给你签了。哦，那好，今天很特别的是无人机发展的预算。国民党团原来是要冻结的，现在630亿全数通过啊，这个要把无人机放行了，1毛不删啊，要过就都给你过了。那卢秀燕就喊话了，说要公平分配。为什么？因为台中很多那种这个五金啊，还有工作母鸡的产业等等啊，都集中这个地方。哦，国民党的当时的无人载具办，他就要3个地方，他希望把无人机的发展放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分散风险，一方面也照顾到各不同地方的这个工业的发展啊。所以卢秀燕说要公平分配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今天又谈这个公投，那鞭刑啊，民众党弃权哦，那国民党52票，比上民进党51票，不过。在第一次投，我刚刚讲哦，表决的时候可以2次哦。第一次投就民进党的蔡其昌，哦，总召哦，跟蔡宜瑜居然加入国民党，变成54，哦，第一次呢变54比49还是多少啊？又加2票没有54嘛，少2票不是49嘛？后来他们说我们投错了，要去重复表决，再表决一次就变成52比51，
哦，52比51，国民党多一票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的安乐死版本，国民党全数不投票，也没有反对，但是不投，那过不了啊。所以安乐死因为有点争议啊，特别有些人有宗教的因素啊，他觉得人不是神啊，怎么能定人生死啊？类似这样哈，连医生有时候都很为难，说到时候我要怎么？而且家属有时候有意见了。尤其现在很多家属，你到医院常常去看到，那病人在要不要安宁治疗，要还治啊不治，要不要拔管等等，家属很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呢，越是从美国啊国外回来的，越说要治，越在国内已经照顾这个长辈照顾要后，说不要再让他痛苦吧。经常国外的兄弟有没有反对？你怎么这样？对父母不孝，怎么可以给他拔？家属常常吵架啊，我常在医院看到这样的场面啊。好吧，这个民进党是4个案都反对了哦，然后民进党的庄瑞雄是说可以立法的，你为什么不立法呢？是你立法怠惰哦，所以把责任推给人民。就是有很多案是可以立法的，不需要到公投。但是为什么？那他们提的是说，我们也不敢讲啊，民众到底支不支持啊？我能够代表全民吗？所以让民众去决定一下，让民众表态一下。其实从某个角度是政治动员啦，就是这个公投榜大选是陈水扁时候发明的，他认为对民进党的大选有帮助。后来发觉不见得有帮助，现在又公投要分开，跟大选要分开来。那在野党现在认为说呢，公投榜大选可以提高大家对这个投票的兴趣，可能可以增加投票率啊等等呢，所以又认为公投榜大选啊，所以呢，民进党就反对，说立法就好啊，干嘛推给人民啊？那另外呢，这个废除非核家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投案，我们看一下。无意通过下一案。立院表决大战前，韩院长先宣告报告事项，但一旁副总召电话一扫，坐在执行台讲电话，两人各做各的事情，没互动。这周二的裂痕似乎还难解吗？因为表决前的协商，副韩两人自周二后似乎首次碰头，传出副总召进去前先喊出了尽忠报韩，更是小鞠躬喊了句韩总统好，场面似乎有些尴尬，但韩院长也马上回，那你是联合国秘书长。我至少看到第一个会期到第二、第三、第四会，是常常互相开玩笑，然后两边就哈哈大笑就过了而已嘛。这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戏谑，那我觉得把这件事情拿来当做文章，其实是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只是面对战斗蓝发起人赵少康说，傅昆萁就是想当副院长，还会支持副总召选副院长吗？好。而副总召很明确，这回眼前只有预算通过，其他事都不谈。特别感谢民众党协助帮忙，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也希望赖清德好好珍惜韩院长的善意，谢谢各位。只是在野6项公投题目，最终蓝白剩下4案，国民党团提出鞭刑非核家园公投，民众党团则坚持交通法环已经安乐死，但蓝营对安乐死有疑虑，恐采取弃权投票，白营也弃权鞭刑。鞭刑的公投这个部分，本党团我们会秉持我们团进团出啊，应该会弃权啊。这蓝白公投起义是否也为26合作埋下变数？到底怎样来？这个民主党秘书长来请周秘书长。我想今天大概聚焦在几件事情上面，先讲公投的部分。那当然也会有少数人会见缝插针啊，这个互相丢包啦，但我想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整个社会容许讨论，在这一阵子包含鞭刑，包含这个安乐死。那鞭刑的部分，其实民众党我们自己在党内也办了4对4的辩论。那坦白讲，这个各有各的这个不一样的想法。好，那我们基于跟在野合作的默契，所以我们采取的是并没有投票。好，那当然赵大哥也提到就是安乐死这一块，好，那也是国人高度关注的议题。好，当然形式上看起来会觉得很悬殊，好，但是我想还是2个个别都具主体性的政党。好，那在这个自己的理想跟价值上面，充分透过这个投票的过程展现，我觉得这个是民主的一环。好，不过我也看到这个庄瑞雄委员或我的老朋友陈冠廷委员一直在提说，立法就可以，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是不是？只是为了党，然后立法的话，好，那
我想这个终究还是国人要面对的部分，就是有关公投的部分。好，这个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好，但不过刚刚庄瑞雄委员讲的，我有点不同意啦。哈，他说这个公投是这个立法怠惰，然后要把责任推给人民。哈，我公开跟水源喊话，你对得起蔡同荣吗？好，蔡公投对，你袂使要提来演的时候，拢讲伊很棒。啊，当你觉得这个卡卡的时候，就把它丢在旁边，我觉得这样不好了。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对于长期推动公投的民进党的老前辈而言，基本上是不尊重。不要忘了，民进党到现在还主张哦，台湾的前途要交给2300是还是注明自觉条款哦。对啊，因为公投以前是民进党提倡的最高的道德哦。蔡同荣那时候，我跟他以前的立法院，每天就是蔡公投要投，每天这边提案要公投哦等等哈。所以呢，这个只是说时机了，什么时候公投那这两回事，还有题目了，哪些应该公投，哪些不该公投，但是不要去诋毁哦公投的重要性以及公投的神圣性。续海再回来。就我刚刚讲的，立法院还在审预算，行政已经放话了，要提追加预算，要把国防啦、社会福利的津贴啦等等都放进来哦，被你们删掉我都要放进来哦。但是呢，立法院这次就为了说军警加薪呐、哦，增加所得替代率啊，所以你行政立法院都删读你不编哦，所以我们才背个预算嘛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行政院呢还是不编哦，就是不编，我就是不编，看你怎样啊。那卓荣泰说，我追加预算是为了国家需要。不是要反制你们在野党啊？那另外呢，所以呢，林佩强就质疑说，这就是预算复活术啊！就我们还在审，刚要删掉，还没有删掉，你就是说你要给他复活，要再送来追加预算哦？那你不是挑衅是什么呢？啊，你不就挑衅我吗？哦，那所以说叫还魂哦。那李彦秀就说，独裁怪兽满满挑衅与恶意，就是，反正就是。你哪壶不爽我就提哪壶，看你怎样啊、哦！那所以国民党委员批评行政教授是要给立委下马威啊，意思说你删也没用，你删掉了我就要把预算再提过来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所以联合报也是评论了，说行政院姿态非常高哦，挑衅意味十足。我早上一听我也觉得说这算哪门子嘛？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哦，那另外呢，这个通案他们现在也是通案删减啊，因为现在会期过了8个月了。哦，这年度过8个，所以呢，其实2/3都已经预算会期都过了，只剩下1/3了。那蓝白现在要砍总预算的媒体宣传费跟特别费。哦，说很多宣传啊，比如说有些人你这个王宏文就讲说哇，什么大支啊，什么3D啊，一补助就8、9千万，给那么多钱，媒体现在很可怜了，苦哈哈，因为色情媒体出来，媒体都很苦啊，有那么好这个好康的补助，媒体会不要吗？对不对？那你拿人家钱。私人的嘴软啊，拿人家手短啊，你只好替他去宣传骂的话，你只好不去骂嘛，就这样。所以已经失掉媒体做一个天生的在野党、天生反对党的职责了哈。那另外呢，这个翁小玲说呢，宁愿撑死宁愿饿死也不要撑死。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是形容了，因为他主要是要把卓荣泰的8、9、10、11、12薪水把它冻结啊，再把它冻结起来啊。那好吧，那。不过卓荣泰讲哦，我也听不太懂啊。他说，如果只有我可以阻挡军人投共刑期被降低的话，我会坚持到底。为什么？因为审预算是回事，法案是另外一回事。行政院有一个法案提出来，叫做《陆海空军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军人如果对敌人表示效忠，可以处7年。所以呢，翁小玲认为呢太重，说5年以下就可以了，这不管这是法，但是这个法跟预算是无关的嘛。就是卓荣泰你看这坏啊！我说人坏，在这边就看得出来。你明明这个跟那个是无关的。今天蓝白要删预算或者要冻结预算，跟你这个陆海空军刑法是无关的。那你就去讲说为什么我不愿意，我不能够把立法院3读通过的军人加薪、警消这个加薪哦，补助加你可以，他也有理由可以讲嘛。他当然有理由可以讲啊哦，你就讲你的理由嘛，然后让民众来评理嘛。你去扯一个。哦，怎么陆海空军刑法的？原来行政院对敌人效忠的军人判7年，我要把他这个翁小玲认为5年，所以他来背给我的薪水，所以他背我，其实是2回事情。你这是戴帽子哦，我觉得这很不应该。你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不可以这样，你这随便去污蔑立法委员，给立法委员戴帽子。欧文小林是为这个理由吗？蓝白是为这个理由才这个预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通过吗？不是，你知道不是吗？跟这个陆海空间项目什么关系呢？我都看得出来，你看不出来吗？好吧，这个赖清德说要希望能够有可以合作的县市长了。蒋万安就说我们不需要跟主流民意对抗的总统哦，所以呢，反正又杠上了。我们看一下。行政院举办亲子日，院长卓荣泰开心表情溢于言表，因为中央政府总预算历经1年，终于有望下午立法院表决3读通过。党团有365案，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到昨天为止，我们已经只保留到剩39案。在野协商决议剩下75案，通案金额从2%降至1.5%，大约462亿元。国民党还把无人机条例排除在通删之外，纳入在主决议中。经济部与行政院合计634亿都全数通过。民众党提案首长特别费删60%，监察院砍1.1亿，文化部砍9.8亿。我想等他看到主决议之后，就会知道我们完完全全非常尊重而且支持各地无人机产业链的一个发展。不过，行政院在表决前一天也预告，针对国防、社福、主管加级等，提出要追加预算，遭到蓝营痛批是预算复活术。他等于将我们的军，就是一方面把你摆着不部署、不实施，二方面里面的内容按照赖清的版本，绝对跟这个删减预算的因果关系不一样，但是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眼见总预算通过只差临门一脚，立委翁小宁仍然还是坚持要冻结卓荣泰下半年薪水148万元，总统赖清德国务机要费冻结2000万，删除1000万。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如果未来只有我可以阻挡军人投共刑期被降低的话，我仍然会坚持到底。总预算历经300多天，终于有望闯过3读关卡。不过朝野攻防仍然未完待续。方兄，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会有不同的政党出现嘛。那不同的政党当然就有不同的政见嘛。可是到最后要怎么样让一个国家可以向前走？即使有政党之间的吵吵闹闹，就是大家有协商嘛。而且主政者就是执政党，你要有足够的心胸，你要去接纳在野党的一些的建议跟看法。你行政院长不附属，这个立法院通过的这个案子你不附属，这附属是你的责任的，你不附属不是你的权利哎。你这样一个做法就是你就不给在野党不留下一点点的余地给他。同样，你监察委员的提名、NCC 委员提名，你提的名单上面，在野党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那你这故意就是要羞辱在野党。我宁可让监察院开会不成 ，NCC 没有办法运作，我就是不让你一个在野党的所推荐的人或喜欢的人进来。那这样一个不是国家之福吗？你已经执政了，行政权在你手上，行政权真正的执政的权力在远大过我自知道我的经验，立法委员平常可以行使的权利。那你在某些议题上面，譬如说在野党说军人要加薪啊，警消待遇，好也要提高这样子。你如果这是在野党为了他自己吗？也不见得嘛。军人待遇的确是我认为是需要提高的嘛，警消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你譬如说在野党希望说增加，譬如说1万块。你执党说这么没有那么多钱，我至少增加个3000块，你至少要有诚意，说你的意见我听到了，我尊重了，我没有办法全部接纳，但是我接纳一部分。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朝野就会和谐嘛。你怎么整碗都拿去，你一个人把它吃掉？我也同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说实话，我跟卓荣泰这个卓院长以前在立法院，我们就可以沟通了，我们也没有这个吵吵闹，我们两个大概都不是，至少他那时候不是喜欢吵架的，我也不是了不过你去拿这个所谓的陆海空军的这个刑法，什么7年、5年这种，你用这个来调侃、来修理在野党的立委，你在玩的东西就是民间的老百姓。我玩不赢你的时候，我就把两岸的问题带进来；我玩不赢你的时候，我就说你
国民党、民主党啊，你们这些人就想投共，只是没有机会给你投共而已，不好嘛。有一件东西是大家不应该去碰的，那个就是破坏我们的团结。你知道战争的脚步是随时都可以出现的啦。你会相信乌克兰战争1夜就打吗？你会相信美国最后几十年之后去打伊朗吗？所以现在战争的爆发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你要大家要团结的话，你就不要去碰那个经济，不要去给在野党扣缝帽子。所以你们这些家伙就是中共同路人，你们又同情中国大陆的人，真的不需要这样做，这样真的在破坏团结。乌克兰可以撑这么久，伊朗可以撑这么久，因为绝大多数人团结啊，才可以对抗他们的敌人的武器的数目跟质跟量超过他们很多。为什么撑得下去？就撑一口气嘛，大家团结嘛。啊，你现在执政党，你拥有那么多的权利，你在破坏团结，你不会觉得是非常的丢脸跟羞愧的事情吗？就是说这样了哈，要冻结这个卓荣泰的薪水，我也反对了。哦，他也不是没有上班嘛，他每天在那边上班，不管他做的好不好，你把卖他是个行院长，你冻结人家的薪水，我反对。但是我也反对卓荣泰去给蓝军扣帽子了。休息一下再回来。